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YouTube 作为世界上最活跃并且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之一 ，YouTube 现在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19亿人数，所以很多人想利用 YouTube 这个平台来发展自己的网络事业，但是很多人都很困惑，不知道该如何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。所以今天这期影片，为了让大家更了解 YouTube， 我就会和大家聊一聊 YouTube 算法。YouTube 算法掌控着 YouTube 这个平台，可以说，如果你越了解 YouTube 算法，你就越能够利用 YouTube 算法来帮助你的频道更快的成长。所以今天这期影片，我就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 YouTube 算法你必须知道的3件事。这3件事也是最重要的3件事。知道这3件事，你的频道将会获得更多的订阅者、更多的影片观看量以及更多的影片互动率，会带动整个频道的成长。如果你频道成长缓慢，我相信这期影片一定会帮助到你。首先，第一点，观看时长。YouTube 算法会看你的每一部影片，观众观看了多少时间。这个数据可以通过观众粘度来体现出来。很多 YouTuber 的观众粘度目标都是达到50%以上，但是可以去看看自己的影片数据，去看一看观众观看了每一部影片多长的时间。如果你的影片观众粘度能够达到50%以上，那就证明你这部影片做得非常不错，观众喜爱看这部影片。如果影片的观众粘度在50%以下，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不会给太多推荐流量给这部影片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部影片的观众粘度达到了60%，那就证明观众观看了60%的影片时长。如果另一部影片的观众粘度为20%，那么就证明观众只观看了20%的影片时长。YouTube 算法不会像人一样去观看这2部影片，然后去判断哪一部影片更好看，适合推荐给更多的人。他只会看这些影片表现数据。YouTube 的目的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让观众待在这个平台上越久越好。所以 YouTube 算法会比较这2部影片的表现数据，然后选择推荐那部观众粘度为60%的影片。因为这些数据已经告诉 YouTube 算法观众喜爱看这部影片，所以他们才会看这么长的时间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提高影片的观众粘度？这里给大家提供2个方法。首先，第一个方法，影片要提供有价值的内容。做了半年的 YouTuber， 我发现影片想要让观众观看久一点的时间，影片内容才是王道。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珍贵的，如果影片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他们，他们就不会选择观看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在录制影片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能扯到别的话题，说一些和影片主题不相关的内容，这样很容易让观众失去耐心，他们也就没有耐心看到影片的最后。这里建议大家在录制影片之前，至少写好影片的大纲，你也可以把整部影片的脚本都写出来。准备好影片大纲或者脚本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知道你在录制影片的时候应该说什么，有哪几个重点，你该在什么时候说哪些内容，这会防止你在录制影片的时候偏离主题。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有些人为了追求影片的时长而特地去加入一些无关的内容，这其实是在伤害影片的表现，会降低你影片的观众粘度。很多观众会在你开始偏离主题的时候就离开你的影片，所以我们要避免追求影片的时长，影片该多长就多长，能够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就够了。第二个方法，影片剪辑风格。很多人都认为影片剪辑不是很重要，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，好的影片剪辑能够把你的影片带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对于我的影片形式，基本上都是全程坐在镜头面前讲话的这种，所以观众很容易感到无聊，所以我会特地在我的影片里面加入一些其他元素，像是文字、动画、音效等等，来给我的影片添加一些新的内容，这样就不至于观众在观看我的影片的时候都是在看我不断的说话。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大家都喜欢看有趣的影片，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去研究影片剪辑，尝试加入一些新的风格，加入一些新的元素，这样会使得你的影片更加有趣，观众也会观看更长的时间。传递有价值的内容搭配上吸引人的剪辑风格，我相信你的影片观众粘度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。第二点，展示点击率。什么是展示点击率？你的影片会被 YouTube 展示到观众的 YouTube 首页、订阅区等等地方，有的观众会选择点击进入观看你的影片，而有的观众则不会点击进入观看你的影片，这就形成了展示点击率。有研究证明，如果你的影片展示点击率能够达到5%以上，这就是一个不错的成绩。大部分人的影片展示点击率在1%到3%之间。那我们如何才能够提高影片的展示点击率？首先，那个方法，制作吸引人的缩图。我希望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在观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，是不是先会被那些抢眼的缩图而吸引？那么这些抢眼的缩图有什么特点呢？首先，他们使用的颜色明亮，并且颜色对比强烈，用一些明亮的颜色很容易让这个缩图在其他缩图中凸显出来，所以我们要避免用一些那些偏灰偏暗的颜色，
另外就是他们的字体都大，文本信息够大。文本信息大就会让观众一眼就知道说图上写了什么内容。提高展示点击率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写一个好的标题。我们在制定影片标题的时候，都要从观众角度想一想，观众会被什么样的标题所吸引。很多人都会选择 clickbait 标题，其实我并不反对使用 clickbait 标题，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，如果你真的使用 clickbait 标题，一定要确保你的影片内容是观众想要的信息。如果能够正确使用好 clickbait 标题，你能够非常快的吸引观众眼球，从而获得更多影片观看量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 clickbait 标题，你可以在写标题的时候注重你的影片传递了什么价值，能够帮助观众解决什么问题。观众通过这类标题也能够很快的明白你的影片内容，他们也能够轻松的决定是否他们要观看这部影片。第三点，发布黄金期。每一个社交平台都有他们自己的发布黄金期，例如 IG 算法会特别注重发布贴文后的第1个小时的表现，他们会根据这1个小时的表现来决定是否要推荐给更多的用户。而 YouTube 会特别注重影片发布后的24小时表现，所以我们要在这24小时里尽量提高我们影片表现，从而让 YouTube 推荐我们的影片。你可以分享到其他社交平台，让更多人观看你的影片。你也可以回复观众的每一个评论，来提高影片的互动率，这些都能够提高你的影片表现。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如果有2部影片，一部影片有500个观看、100个赞和50个评论，而另一部影片有200个观看、10个赞没有评论，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清楚的知道第一部影片更受欢迎，就会推荐第一部影片。很多人都在抱怨 YouTube 不会推荐自己的影片，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。YouTube 是非常想推荐我们的影片的，因为他想让观众一直留在这个平台上。所以，如果你认为你的影片没有受到推荐，那么就是因为你的影片没有达到标准。当你一旦达到推荐标准之后， YouTube 算法就会把你的影片推荐给越来越多的人。了解 YouTube 算法能够让你更加了解 YouTube 这个平台，能够让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影片没有人看，为什么你的频道成长缓慢。希望这期影片能够提供给大家有用的信息，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们在今天这期影片里面学到什么你之前不知道的信息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期影片，别忘了为我点个赞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我会每周更新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